一群智商超群的天才，打算从保险库中偷出一个红色记事本，但意外总是突然发生。耀汉竟然已经暗中调查了他们很长时间。耀汉直接问路亚，他多真、罗斯、林高和武英几个人究竟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到底在密谋什么？因为晚上没有得到答案，耀汉决定每天都跟踪他们。就这样过了好几天。当路亚他们的计划准备开始时，为了防止耀汉中途搅局，武英把耀汉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武英向耀汉坦白，路亚和其他几人都曾是赤木财团旗下的学员，他们在赤木财团的威逼利诱下做了许多不合理的事情。耀汉得知了赤木财团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后，回家后找到了自己的老母亲。原来他的母亲当年是赤木财团挑选天才的负责人，负责挑选智商高的天才。而路亚这边偷那本小红本的行动也正式开始了。吴英希望能加入进来，但路亚却让武英直接回家，家里藏着他多年想知道的秘密。与此同时，多情已经获悉张金子和保镖已经进入了酒店，他们直奔酒店的保险库，镰刀在前台操作，直接用剪刀剪断了保险库的电线。张金子先用掌纹解锁，接着进行手机验证，等待系统完成识别，终于保险库的门慢慢打开。他决定独自一人进入保险库，来到自己的保险柜前。通常情况下，酒店会发送一个动态验证码给他，但因为信号已被切断，张金子的手机没了信号。多情为了拖延时间，向张金子的手机发送了一个代码。点击屏幕后，手机立即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，声音吓得张金子扔掉手机捂住耳朵。他试图再拿起手机，但那刺耳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他只好扔下手机逃了出去。这时座真通知罗斯可以行动了，罗斯从通风管道钻进去，准备潜入保险库。同时林高走向酒店的配电室，张金子尝试给前台打电话，无人接听，他决定坐电梯返回。此时林高切断了电梯的电源，张金子就这样被困在电梯里了。与此同时，罗斯已顺利潜入保险库。此时多真已经接到了酒店发给张金子的动态验证码，他马上告诉了罗斯。罗斯一顿熟练的操作后，轻而易举地打开了保险箱，但当他看到里面堆满了黄金和现金时，心里顿时起了贪念。路亚让罗斯抓紧拿到日记本，就快点离开。罗斯这时候露出了真面目，开始对路亚破口大骂，多年的屈辱在这一刻全都爆发了。他对路亚说，有本事你自己去拿你想要的日记本啊。这么多年来，罗斯终于觉得自己受的屈辱洗清了。他也很清楚，路亚一定会用那把他曾经造的左轮手枪去解决赤木财团的所有人，到时候很可能又会被栽赃。罗斯说完这些后，路亚那想杀人的眼神藏也藏不住，他直接下了车，从通风管道潜入保险库。这时林高那边也碰巧出了问题，赤木财团的 J 同时也是张金子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林高面前。林高刚从配电室出来就被 J 撞见， J 二话不说就开始对林高拳打脚踢。这时的林高只能苦苦哀求，但 J 却毫不手软。最后 J 把林高锁在了他从小就害怕的柜子里，那是林高时的噩梦。现在他彻底崩溃了。之后他回到了配电室，打开了电梯的电源。而此时路亚在保险室里拿左轮手枪对准罗斯，硬逼他交出日记本。罗斯还以为路亚只是在吓唬他，路亚不买账，直接朝地面开了一枪。这枪声把戴耳机的同伴们都吓了一大跳，罗斯被吓得直接跪了下来，当场把日记本拿了出来。路亚正准备捡起日记本，这时张金子和他的保镖突然出现，罗斯为了保命立刻告诉张金子，他们的同伙在酒店门口和地下停车场。幸好多真意识到计划失败，马上指示手下撤离，林高也赶紧开车逃走。同时在保险库内，张金子让手下打电话报警，路亚却开始疯狂大笑。张金子以为路亚疯了，不解地问他笑什么。路亚说只要他们敢报警，赤木财团的会长就会知道。路亚出狱后直接来偷窃张金子的保险库，这肯定会让会长对张金子产生猜疑，日记本的秘密迟早会曝光，这会给张金子带来毁灭性的打击。路亚分析后，张金子决定不报警。随后他们开车来到韩国2环旁的小树林，把路亚带到了那里，那是他小时候父母带他来露营的地方。往日的记忆突然涌现，那些记忆像把尖刀一样深深刺入路亚最脆弱的内心。然后张金子开始痛斥路亚，一边嘲讽一边羞辱，说路亚连小弟都管不住，怎能跟他们这些大人物斗？你这一辈子都别想为父母报仇了。张金子当着路亚的面，就在他面前把日记本烧毁了。路亚无奈地看着日记本变成灰烬，他多年策划的复仇计划仿佛也随之化为泡影。平时深谋远虑的路亚这次彻底失控，眼睁睁地看着最关键的线索烧没了，真的是束手无策。张金子留下几句狠话后，带人开车走了，只留下路亚一个人在原地大哭。武英这边
回到家后，检查卫生间的天花板，原本放置手枪的地方，现在放了一个 U 盘。原来 U 盘里记录着他家族灭亡的秘密。12年前，武英父亲的工厂被陆牙他们盯上，这是赤木财团给的任务，就是要让这群天才搞垮工厂，目的就是破坏这家工厂。武英的父亲负债累累，最终无法承受压力，自杀了。他妈妈承受不了打击，选择离家出走。武英从小就变成了孤儿，这一切都是陆牙他们的所作所为。严格说来，这都是赤木财团的安排。当武英得知毁了他家的正是陆牙和多真等人，他简直五雷轰顶，脑子都快烧坏了。他一直以为是在帮助的人，竟然是害他家破人亡的凶手。武英找多真求证后，多真承认了一切，也坦白了他们一直在利用武英，最后还告诉武英以后别再找他们了。陆牙独自一人在郊区发呆，这时不远处驶来一辆车，陆牙随着车灯的指引望过去，没想到来的人竟是武英。武英得知陆牙就是导致自己父亲工厂倒闭的罪魁祸首，没有过多责怪他，反而前去救他。两人回城中全程无言。多真这时候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这个令他失意的城市。第二天，陆牙去找耀汉，毕竟他是自己的缓刑监督官。陆牙也打算离开这座城市，想去别的地方转转，毕竟上次的计划完全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。耀汉这时候主动坦白，他母亲正是赤木财团的心理评估顾问申教授。陆牙很好奇，为何最近总有人向他道歉，明明自己并不觉得有资格要道歉。一语中的，因为陆牙你不想让别人也落入你曾经的困境。武英其实也这么看，有人需要亲手把你从困境中拉出来。说罢，耀汉给陆牙一张绿皮车票，建议他出去散散心，一切等他回来再说。到了晚上，武英和耀汉竟在家里一起喝酒。原来耀汉最近有点失眠，他知道武英一直在看心理医生，希望能介绍给自己。没想到武英介绍给耀汉的是那位心理医生，竟然是耀汉母亲的学生，那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张金子这边大冬天还在户外晨跑，却发现桥底下有人在等他。接头人忽然转移话题，说在监狱里的马刚柱要出狱了，让张金子亲自去接他，让他进公司上班。这让张金子100%不乐意。他质问接头人为什么这样安排。马刚柱之前是大鲁沙国际公司的法人，通过诈骗和传销方式获利，可以说是赤木财团的冲锋部队。加上赤木财团和张金子的健康产业其实都是同一个组织。10多年前武英附近的工厂就发生过诈骗事件，这个马刚柱其实是最大的幕后主使。也正是因为马刚柱会和张金子会合，现在马刚柱成了推翻赤木财团的唯一突破口。武英似乎找到了翻盘的机会，把检察官和记者好友叫到自己家里，开始针对赤木财团和张金子的公司以及大鲁沙国际开始深入调查。记者发现了一个网络杂志，里面有受害者的案例。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，现在需要找到这个网络杂志的创建人。此时陆牙正在留苏接头，上次任务失败让他非常挫败。打开电话后发现有很多未接电话，正在查看手机时武英的电话就来了，他随后接通了电话。武英继续安慰陆牙和多真，漫画店已经关门了，林高和罗斯的跑腿和修车业务也是暂时歇业了，你不得不回来主持大局吗？一起来结束这一切吧。说完之后就感觉来劲了，当晚他就决定回去收拾行李。罗斯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他暂时被安置在一个短租房里。这个没骨气的家伙现在准备彻底投降，只要能保命他什么都愿意做。场景一转，来到一个姑娘那里，原本在等公交的他看到一个在地铁旁摆摊的大妈，大妈冻得直哆嗦。姑娘跑到超市给大妈买了热饮和暖手贴，送完东西后她急忙去赶公交车。原来这姑娘是商场的一名推销员，她每天都在那里拼命推销，但效果并不好。组长看到姑娘这么努力，下班时给了她一些非卖品。原来姑娘家里很需要钱，好心的组长还为她介绍了一个更好的工作。出于礼貌，姑娘马上答应了。她很快就去达鲁沙国际参加面试，面试官一看到她的打扮就感同身受，表现出很强烈的共情。简短的面试后，当天晚上她就接到了公司的入职通知。第二天，姑娘开始购买大量货物，为了拿到最优惠的内部采购价，她还需要继续购买更多，这样差价才能最大化。姑娘开始贷款买公司的产品，一边努力一边抱怨自己能力不足，最终可能会一无所有，失去亲朋好友的信任，信用等级也会跌到谷底。当家里需要用钱时，却没人愿意帮她一把。就这样，女孩终于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，家里几乎被拖垮了，自己完全成了累赘。写下遗书之后，她选择了自杀结束生命。女孩为了多挣点钱，一时冲动加入了传销组织，刚开始还信心十足，觉得自己能大有作为。她深信只要坚持不懈的学习和努力，
未来定能出人头地。但随着时间过去，他自费购买的产品越堆越多，最终产品过期也卖不出去，最后几乎败光了自己的家产，连亲朋好友都失去了信任，信用等级也跌到了谷底。当家里急需用钱时，却没人愿意伸出援手，就连自己的经历，在得知他的处境后，也只是讽刺地说，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，他选择了上吊自尽。老父亲下班回家时，发现女儿已经永远的离开了。陆牙这边开始重新整顿，他先在韩国3环边的一家小饭店点了餐，然后打算先休息一下。原来多珍这位黑客大佬现在在这里当服务员。之后两人一起到海边吹风聊天，两人开始回忆小时候在赤木财团时的可怕经历，直到现在，那些阴影仍旧挥之不去。陆牙坦诚上次任务失败全是自己的责任，可多珍却觉得陆亚从未真正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。这话让陆亚感到非常羞愧。多珍接着说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大家都生活在痛苦和悔恨中，但至少还有你，我们还有翻盘的希望。听着多珍的话，陆亚突然觉得充满力量。陆亚再次来到医院，找到了正住院的林高，亲切地问候并关心了他，还大方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向林高道了歉。毛英的心理医生是毛医生，也是申教授的学生，他现在正在为一群中学生做心理测评，帮助他们全面发展智力体质美感和劳动技能。休息时，同事们聊起了这些调皮的孩子。这时一个同事感叹这些孩子太普通，没有陆牙那样的天才。他们意外地回顾了当年的情况，原来陆牙以前参加过一个选秀节目，那时候非常受关注，所以至今人们还津津乐道，这让毛医生十分震惊。他急忙回到办公室，翻找起当年的资料，找到了当年研究的课题，思绪一下子回到了10多年前。陆牙、多珍和高罗斯的能力都被他们调查得清清楚楚，并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都有些忧郁。虽然他们的智商远超常人，但对外界的刺激非常敏感，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并改变教育环境。这时他回想起耀汉之前的话，这一连串的事情让毛医生感到意外，同时也感到震惊。晚上他约耀汉出来见面，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全部告诉他，希望能提供一些帮助。耀汉说这些他早就知道了，这让毛医生感到更加震惊。这时武英接到一个记者朋友的电话，记者告诉他自杀的女孩叫静恩，这件事发生在5年前，正是马当初入狱前的事。记者推测静恩的遗嘱可能是他父亲写的，他还创建了一个论坛来谴责他。现在马当初出狱了，甚至直接去张金子的公司工作，这些关联似乎开始显现。武英回到律所，准备查阅一些资料，看到同事还没下班，想过去打个招呼，结果发现竟是陆牙回来了。两人回到武英的办公室，晚上多珍邀请陆牙一起住在他的漫画屋。多珍简单整理了一下衣物，陆牙开始在电脑上记录赤木集团、张子静前夫的账本。陆牙10多年前匆匆一看，就把这些内容都记下来了。不知不觉中，陆牙开始洗漱，发现牙膏被挤扁了，果断换了新的，还是从中间挤出来。轮到多珍洗漱时，发现新牙膏居然挤扁了，这让天秤座觉得哭笑不得，只好从上往下重新填充。牙膏装满后，心情也舒畅了不少。然后多珍拿起那只快用完的牙膏，用力挤出最后一点。当陆牙在沙发上睡着时，多珍半夜饿了，决定泡碗面吃。陆牙一看表，已经3点半了。这种深夜吃东西的行为让陆牙很受罪。天亮后，多珍突然起床，看到陆牙正在跳健美操，还在看手机，时间还不到6点半。你可以想象多珍有多难受。陆牙终于受不了这种痛苦，叫来刘雄和刘能来帮忙。陆牙躺在沙发上，刘雄忙着狂敲键盘。就这样，没过2天，第一次团伙诈骗策划会即将召开。显然陆牙和多珍都没能好好休息。刘雄和刘能把陆牙写的资料交给了记者。吴英拿着 U 盘找到了刑警和检察官，现在要在一块干布上挤出最后的水分，跑路前要搜刮一波。赤木的会长会让傀儡和诈骗企业出面，现在只有阻止张金子公司的破产，才能暴露他真实的目的。公司内部现在有个裂痕，连接赤木经济的大鲁沙国际是唯一的纽带。刚被保释出来的马刚柱是赤木会长安排的，他加入到张金子公司，让张金子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。现在的突破口就是即将上位的马刚柱。记者好奇地问道，收尾的最后一步是什么？多珍说是股票造假。现在他们需要一个内部线人，毕竟在场的人都不能隐匿身份，要进入到马刚树和张金子的视线里，所以线人必须是新面孔。他们想到了被传销诈骗自杀的金恩的父亲。最后武英军认为严太勋适合当他们的线人，见众人没有异议，随后武英和陆牙找到严太勋，可此时的严太勋已经无法作为，因为没有人听他诉说，网上发一篇文章就会被删，
去示威又被控告，加上马刚柱又被保释出狱，他现在的日子就是靠喝酒来度过。吴英忍不了了，跟他说：“你这当爸的，整天不工作就知道领低保，呵呵。酒，女儿高中一毕业就开始挣钱养家，你老婆还因为工作落下了病，到头来连住院的钱都没有，这让严太勋开始恶性循环。”吴英看着严太勋这样，想到了自己那不靠谱的老爸。那晚吴英把他约出来，记得江叔当年也是一贫如洗，是江叔让吴英有机会成为律师。他说吴英可以成为律师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。江叔告诉吴英，你爸还活着，而且已经找到了，这让吴英感到脑袋嗡嗡的。回到家之后，吴英回想起自己爸喝酒的样子，简直和严太勋一模一样。吴英不信邪，第二天又去找严太勋，告诉他现在有机会报仇了。单纯杀死马刚柱并不能解决问题，真正的报仇是让所有跟你女儿之死有关的人都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严太勋看着女儿的遗像，最终决定豁出去一次。张金子这边已经彻底失势，公司在马的帮助下已经完全掌握，顺便给张金子一个教训。多珍这时候发现，他们公司正在招聘一名生物技术研究员，想通过生物技术控制股价。晚上，吴英带着严太勋过来，他们打算把严太勋包装成一个专业人士，成为了一名顶尖的生物规划师。多珍还在网上为他争取到了不少科技奖项，拿到了令人羡慕的专业学位，然后开始对严太勋进行紧张的填鸭式补课。不久之后，陆牙作为助理收到了马刚柱公司的面试邀请，按照约定的时间，严太勋来到了马刚柱的办公室。陆牙他们与赤木财团的对决从这一刻正式开始。为了准备这一切，武英甚至没时间见自己的父亲。江叔看不下去了，给武英打了个电话，毕竟这是父子俩的事，叔叔也不便多说什么。挂了电话后，他脱下外套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，看到的竟然全是赤木集团的文件，还有武英和陆牙的资料。最震惊的是，罗斯竟然叛变了。6度分隔理论指的是任何两人之间通过6个人就可以联系起来，2个陌生人可以通过6个中间人建立联系，这就是所谓的6度分隔理论，也叫做6度分隔法则，有意里的欺骗。这部韩剧就是围绕这理论展开。女主角李路雅童年时参加了天才儿童选拔，荣获第1名。比赛中偶然遇到了儿时的韩武英，两人在后台相互鼓励，结果武英最终没被选上。从那以后，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。路牙进入了赤木财团设立的学校深造，没想到这里竟是个犯罪窝点。他在这里遇到了黑客天才多珍、机械天才罗斯和语言天才林高。在赤木财团的安排下，10几岁的路牙让武英他爸的工厂倒闭了。路牙他们发现了赤木财团的真面目，决定离开那里。可赤木集团竟然杀害了路牙的父母。为了保命，路牙承认是自己杀害了父母，在监狱里度过了10年。成年后的武英成了律师，但童年的阴影让他患上了共情综合症，需要定期看心理医生。有一天，武英找到了证明路牙无罪的关键线索，帮助路牙成功洗脱罪名。接下来有意思了，尽管洗脱了罪名，但还未宣布无罪，所以监狱派了缓刑监督官紧盯着路牙。我来给大家整理一下现在的人物关系。路牙、多珍、罗斯、林高原是赤木财团的精英犯罪团队成员。路牙出狱后没工作，多珍开了家书店，罗斯开了家汽修厂，林高专做跑腿生意。吴英得知路遥他们是陷害他父母的凶手后，决定加入他们一起对付赤木财团。耀汉的母亲是赤木财团的心理顾问申教授，吴英的心理咨询师小美是耀汉的妈，申教授的学生。如今的他们都打算弄垮赤木财团。这时候赤木财团的 J 也决定背叛，目的是为了保护张金子的安全。毕竟马刚住进来之后，他肯定会设法对张金子下手。但武英对 J 持怀疑态度。罗斯为了求生向马刚柱求情，想要获得马刚柱的信任。罗斯向马刚柱透露，路牙潜入张金子的保险库，目的是偷走一本账本，账本里记录了会长的信息。马刚柱听后兴奋不已，如果能找到张金子藏账本的证据，张金子就彻底没机会翻身了。他让罗斯找机会在张金子的办公室装个摄像头，还得是带录音的那种。多珍在严太勋身上装了窃听器，公司利用股价割最后一波韭菜，通过操控股价来实现。原来马刚柱早就准备好了一批低价股，然后用大量资金抢购，届时会吸引大量散户跟风买入，等股价涨到理想高点再全抛，这样他们就能迅速割到最后一波韭菜。但买股票的资金需要大约1500亿韩元，这些钱马刚柱得找投资人来筹，所以他还特意做了一份融资计划书，计划书里的数据肯定是假的，目的就是为了骗投资人的钱。而这时马刚柱已经找到了一个大冤大头，那就是韩国顶尖才女魏淑芬。路遥他们现在的任务
就是要偷到计划书的内容，来阻止马刚柱的计划，从而让公司走向破产倒闭。多珍给了严太勋好几个 U 盘，让严太勋把这些 U 盘故意丢在公司的隐秘角落，只要有马刚柱的人拿起这些 U 盘，并把它们插进电脑，多珍就能轻松获取到企划书的资料。但他们的计划很快就被罗斯识破了。罗斯立刻看穿了 U 盘是多珍的诡计，他担心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问题，马刚柱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，他只能威胁严太勋，迫使他放弃卧底行动。考虑到严太勋的人身安全，最终放弃了卧底，因此失去了在生物室的工作。路牙得知是罗斯发现了他们的计划，决定亲自去找这位曾经的小伙伴，临走前还安排武英去找，正好赶上公司保安换岗。路牙见到罗斯后，开始采取怀柔政策，试图和罗斯建立感情联系。路牙表示，多珍和林高都很想念他，在保险库里那次只有一发子弹，如果真想杀你，不会用那种方法。还告诉罗斯，如果想回归团队，随时欢迎。最后，路牙把保安的换班表给了罗斯，方便罗斯去张金子的办公室安装监控设备。临走时，路牙希望罗斯能找到他，还有和投资人魏淑芬的见面时间和地点。没多久，罗斯就在张金子的办公室成功安装了监控。此后，马刚柱那边通过安装监控软件的方式进行操作，他们顺利拿到了马刚柱的手机。罗斯在安装监控软件的同时，详细查看了他的手机信息，然后罗斯把时间和地点发给了多珍。3天后，马刚柱将在魏淑芬的私人派对上见面，到时候他会利用计划书内容吸引魏淑芬进行投资。路牙他们需要潜入这个私人派对，并且破坏马刚柱和魏淑芬之间的信任，阻止魏淑芬投资，让马刚柱的计划落空。但现在他们必须先拿到私人派对的邀请函。多珍在私人派对的名单中发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，那就是耀汉的母亲教授吴英找到了耀汉，希望他能从他妈那里多要几张邀请函。这让耀汉头脑发晕，心里嗡嗡作响。为了配合计划，耀汉竟然还把小美拉进来了。接下来他们要阻止马刚柱在私人宴会上结识魏淑芬，一群高智商的天才要对曾经迫害他们的赤木财团进行复仇。现在他们要在这个高端私人派对上施展诈骗，他们要破坏马刚柱价值1500亿韩元的投资计划。投资的方式是通过韩国顶尖财阀继承人千金魏淑芬，而马刚柱是传销公司的明面上话事人。多珍开始藏在储物间里，密切监视摄像头的一举一动。很快，事件的主角马刚柱来到了派对现场，在耀汉和小美的帮助下，直接把红酒泼在马刚柱身上，就是为了让他回去换衣服，给路牙他们争取点时间。谁知道马刚柱竟然认出了耀汉，这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。原来小时候，耀汉曾被申教授带到赤木财团玩，幸亏申教授及时出现解围，这才化解了一场尴尬。马刚柱在洗手间等换衬衫，武英也进了洗手间，没啰嗦，直接告诉马刚柱机会没了，别白费劲了。原来武英是在告诉他，魏淑芬可能看不上你。没等马刚柱反应，武英递过名片就潇洒离开。这时魏淑芬华丽登场，她简单跟宾客聊了几句。林高想用帅气迷倒他，但最终没成功。看来林高不是魏淑芬的菜。魏淑芬不顾旁人目光，直接抓住了一个人的手，没想到竟是路牙的手。大家还以为魏淑芬走错剧本了，她却开始跟路牙搭讪，两人就这么聊了起来。路牙也不含糊，见招拆招，甚至主动说出了自己的来意，两人聊得挺投机。突然武英出现了，叫路牙快走。多珍通过监控也看到了这一幕，告诉大家马刚柱马上就来。魏淑芬还没反应过来，武英就拉着路牙走了。他们刚走，马刚柱就到了，张金子也走了过来。原来他是特意来截胡的。魏淑芬决定投资张金子的商品券。聊了几句之后，魏淑芬就去招待其他客人了。武英本想带路牙离开，但路牙觉得事情还没完，按现在的剧情，应该还能再争取一下。不等武英开口，路牙决定自己再试一试。果然，没多久，魏淑芬从后门走出来，路牙不知道哪里弄来一台摩托车，就骑上去了。这让魏淑芬特别高兴。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辣辣。马刚柱一回去就抓了罗斯，他还在纳闷，为什么今天张金子会突然出现。想来想去，可能是罗斯动了他的手机。显然马刚柱已经知道罗斯看了他的短信，气得不行，对罗斯拳打脚踢，还觉得解气不足，摘下手表对罗斯又是一顿暴打。众人回到基地后，查看了张金子的商品券，不仅有打折，还开放了国内加盟和品牌合作，只要能阻止魏淑芬的投资，路牙他们还有翻盘的机会。晚上，路牙向武英请教，原来真诚无论在哪都是最强武器。罗斯被打后，在马刚柱的办公室待了一晚。老陈趁马刚柱不注意，给多珍发了个信号。这时路牙和魏淑芬在酒吧见面，虽然是第二次见面，
但两人间并没有尴尬，直接畅饮畅聊。马刚柱找到了武英，原来武英给他的名片是家皮包公司，这正好解决了马刚柱的燃眉之急，现在迫切需要投资。这时大家心里都挺忐忑。马刚柱接到了资金转账的通知，这让他高兴坏了，这也意味着陆牙的计划全泡汤了。看着股价飞涨，他乐得像个孩子。这时有小弟来报告，叫他下楼到大厅，原来是耀汉作为缓刑执行人来找罗斯了，还拿法规给马刚柱施压。但马刚柱心情正好，也没打算跟耀汉计较，就这样轻松的就出了罗斯。到了晚上，马刚柱开了自己的发布会，在众人的热烈欢呼中，他准备再进一步，继续从散户那里收割更多资金。马刚柱在台上自得其乐，马刚柱终于要为他的自大付出代价。虽然他阻止了病毒入侵，但他没料到罗斯在被关在他办公室期间，早就把多珍的 U 盘插到了他的电脑上，早就掌握了他操控股市的造假计划，就是为了现在这个时刻把马刚柱的诈骗行径公之于众。而他之前在武英那里说的那些狠话，也都被暗中记录了下来。如果张金子不同意，马刚柱收到了录音，毕竟背叛激起的情绪远比理智更刺激，这根本就是阳谋。陆牙坦白了自己的目的，可张金子根本不买账，马刚柱只能在众人指责的眼光中悄悄离场。这时候马刚柱也听到了陆牙和张金子的通话录音，气得他恨不得把张金子碎尸万段。而张金子竟然在天台独自欣赏夜景，手里还玩弄着个打火机。听到身后的脚步声，他本能的转身去看，转过身就被锁喉。没想到从天台掉下去的竟是马刚柱。张金子惊慌失措，但即使有人出现，另一边的陆牙本来在休息，却被嘈杂声音吵醒。他站起来去查看，屏幕上竟然全是他小时候的节目视频。这时多珍也赶到了，会长终于采取行动，决定开始反击，保护赤木财团的利益，黑入了多珍的电脑，发起了反击。多珍怎么也关不掉屏幕，只好让店员切断电源。两人短暂思考后，确定这是会长的威胁。这时多珍接到了记者的电话，原来新闻报道了张金子手下的自首。接下来陆牙将如何对抗赤木财团的会长。现在多珍正在查看电脑资料，马刚柱和张金子的犯罪记录已经被彻底删除，无法恢复。书店的位置也暴露了，他们只好换个地方。罗斯虽然受伤，但在医院里恢复得不错，甚至还能和林高斗嘴。原来罗斯一直是陆牙安排的卧底。罗斯向林高透露，他在张金子的办公室装了监控，发现张金子一直在摆弄一个打火机，这个打火机还被改造过。罗斯认为陆牙一直在找的电子笔记本可能就藏在这个打火机里。林高让罗斯暂时别告诉陆牙这件事，说他会处理，让罗斯在医院好好休息。之后他们去了林高的跑腿公司讨论对策。吴英提出可以发起集体诉讼，给公司再来一次重击。马刚柱死后，公司的股票引起了巨大的舆论波动，韩国检察院开始对公司进行深入调查，并且全国范围内征集市民的投诉，接受各种形式的投诉。这无疑是又一次重大打击。现在公司门口已经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，张金子因此非常焦虑。现在还有检察院和警方的调查，加上舆论的不断升温，很多会员都在要求退款。张金子更是心烦意乱，退款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他马上指示手下销毁所有证据，试图躲避警方的调查。公司内部已经把所有的电脑和违法材料，能清空的硬盘都已清空，能粉碎的文件都已粉碎，实在无法销毁的资料都藏在公司的一个秘密房间里。还特别要求所有员工必须签订保密协议，因为这些员工也变成了受害者，他们事先支付了大笔资金，成为了会员。如果公司真被查出有诈骗行为，那么所有员工都会被视为同谋。在剧情和导演的精心安排下，那个抛夫弃子的母亲曾经让武英独自生存，竟也是公司的一员。另一方面，会长的走狗找到了张金子，告诉他已经知道他和陆牙有过接触，马刚柱的死必须有个交代。听到这话的张金子表现得很霸气，为了找出公司的诈骗证据，陆牙和众人决定成立一个贷款公司，专门引诱公司员工，让他们来申请贷款，为武英准备的集体诉讼收集所有可利用的证据。多珍利用黑客技术发送办理无息贷款的信息，群发给所有公司员工。因为绝大多数员工钱都被公司骗走了，当他们看到可以无息贷款的机会，简直如同看到了救星。果然消息一放出，就有员工来咨询如何办理贷款。这时陆牙又开始了善意的诈骗，接着员工们纷纷来办理贷款，并且都提供了公司的相关证据。同时武英在一旁提供法律咨询。万万没想到，武英的母亲竟也来申请贷款。看着武英的母亲，陆牙脑海中一片混乱，他又想起了自己导致武英家庭工厂倒闭的事情，这一破产的场景正是吴英他妈离家的原因。
看到妈妈现在过得这么艰难，路亚感到非常的内疚。就在这时，武英突然回来了。当他妈转过身，居然看到了10多年不见的儿子，两人都感到脑袋嗡嗡作响。武英的妈妈看到儿子成了律师，眼里满是愧疚。武英的话让他感到更加愧疚，他抽泣着对武英说着对不起。武英说以后会照顾母亲，让他不要再纠结过去。现在他终于鼓起勇气想问路亚。刚加入赤木财团的时候，他一直想逃离，每次都被打得半死。为什么路亚会救他？林高这样问路亚，路亚却没当回事。原因是路亚觉得林高像喜鹊石，林高因此有了自己的计划。因为罗斯住院期间由林高照顾，罗斯告诉林高他在张金子的办公室安装了监控。林高发现张金子一直在玩一个打火机，这个打火机还是改过的。罗斯认为路亚关心的那本笔记本的电子版很可能就藏在那打火机里。等罗斯出院后，林高找机会问他张金子的打火机能不能做个复制品，他想尝试制作一个吊包。就这样，林高拿着高仿打火机找到了这个。原来这以前和路亚的关系很微妙，但后来 J 最终选择了御姐少妇张金子，最后 J 还是答应了林高的请求。2天后， J 找到机会成功的把张金子的打火机给掉了，他在里面发现了一张存储卡。随后 J 通知林高来拿打火机。两人见面时， J 还特别嘱咐林高把这把左轮手枪也交给路亚。此时的林高只想赶紧查看存储卡里的内容。林高首先打开了文件，随手把一份发给了多真，然后他自己开始仔细阅读。此时张金子正准备出国，他发现平时把玩的打火机手感不对，意识到被人调了包，于是命令司机立刻掉头返回。林高看到赤木财团会长的真实身份后，直接脑袋宕机。幸好他先把资料发送给了多真，然后才自己查看，原来会长就是现在举枪准备射击的那个人。随着一声枪响，林高倒在地上。此时赶来的张金子正好看到这一幕。张金子问：10年前你就知道我的身份，为什么选择隐瞒？激情一段之后，他让张金子待在一个劳务公司等自己。多真看到林高发来的资料后，立刻意识到林高此时非常危险，大家急忙前往林高和 J 见面的地点。当众人到达林高定位的地方时，现场只有一滩血迹和林高的小天才手表。同时路亚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，他很快就到了短信指定的地点，里面只有2台电视机，正在播放他小时候看过的节目，还有一本书，他从小就能倒背如流地背诵百科全书。打开后里面有张便签纸，他按照便签上的页码翻开，上面显眼地标了个英文字母 J， 这代表了赤木财团的 J。 路亚这时候恍然大悟，他一直在找的赤木会长原来就在他身边。他走进里面的房间，只见一个被蒙面捆绑的男人，那男人跪在地上呼救。路亚在他身上找到了几张照片，这个男人是10多年前参与杀害路亚父母的凶手之一。画面转到武英这边，他的江叔突然来访。江叔告诉武英，你父亲一直在默默关注着你。江叔安排武英和他父亲团聚，但因为路亚的事情，武英没能去。就在几天前，江叔去找武英的父亲，发现他已经失踪了。江叔还告诉武英一个震惊的真相，武英上大学和考取师资的费用都是他父亲提供的。就在1周前，武英从父亲那里得知了这笔钱的来源，原来这笔教育费是他父亲通过杀人得来的，被杀的就是路亚的父母。武英得知真相后，感到脑袋嗡嗡作响，这让他的情感共情综合症复发，他瞬间瘫坐在地，久久无法平静。此时路亚看着照片，看到照片背面的男人名字是韩正宰，那就是韩武英的亲生父亲。10多年前，韩正宰的爸爸被路亚他们害得公司破产，在韩正宰无所适从的时候，赤木财团找到了他，并给了他一大笔钱，叫他和以前监狱里的老捕还有另一个人一起杀了路亚的父母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。路亚得知是武英的爸爸杀了自己的父母，他心里痛得无法呼吸。这时有人给路亚打来电话，笑而不语，挂断了路亚的电话，按下手中的按钮，韩正宰开始被慢慢吊起来。幸好路亚反应快，割断绳子把他救了下来，最后把韩正宰送到了医院。把韩正宰安顿好，路亚为救林高来到了一家废弃的医院，看到中枪的林高躺在这里，路亚看得心疼极了。赤木财团的会长终于现身，原来他就是赤木财团的保镖。路亚为救林高，独自一人来到废弃的医院，发现有人已经在那里等很久，这样解开了多年的心结。原来在路亚小时候参加节目时就在场，在比赛中不知为何路亚突然感到紧张，这导致节目暂停了一下。当时没觉得有什么，毕竟路亚还是个孩子。正当他打算转身离开时，路亚突然重新登上了舞台，小年纪就点头示意中人可以开摄，这让他非常开心。录像结束时，他依然毫无失误，还一直面带微笑。看着他，你会觉得他之前根本没有犯过错，
就好像那个失落的小姑娘不是他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原来是因为路亚找到了 J， 告诉他想离开赤木财团，这才导致他父母的悲剧。那时 J 还在威胁路亚，让他回来继续为他效力，否则就要一个接一个的清除。林高和罗斯都不会放过。后来他告诉路亚，张金子不能出国，他现在在一家劳务公司。在 J 处理完公司事务前，路亚必须做出一个无法挽回的决定。路亚对着 J 大骂，他现在甚至觉得为张金子不值。J 却只是微微一笑，最后却把左轮手枪留给路亚，告诉他要好自为之，然后转身离开。这时张金子在机场准备逃跑，电视突然播出警方的拘捕令，并宣布他禁止出国，警方正在全力追捕。张金子吓得拿着行李就跑。路亚终于和小伙伴们会合，林高奋力一搏，终于等到了救护车。罗斯把所有神明都求了个遍，多珍紧握着林高的手哭个不停。幸亏剧情的安排，林高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。武英知道了整个事情后，直接被送进急诊室。醒来后，他决定去找自己的父亲。父子俩见面，老的不停道歉，小的则开始埋怨。没说几句，武英就给路亚打电话。这时路亚决定拿枪独自去找张晶。正在这时，多珍打了个电话过来。路亚没等多珍说完，就让多珍和罗斯好好照顾林高。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武英根据多珍提供的位置信息，来到车站寻找路亚，但路亚为了不让武英卷入复仇行动，将手机扔进了垃圾桶。第二天，武英和他父亲韩正来到警局自首。此时的张金子正在韩国二环路边的一个临时劳务公司里，看着关于自己的新闻报道。新闻称张金子涉嫌诈骗和教唆杀人，多项罪名下被全国通缉，这让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。就在这时，路亚推门进来，张金子大吃一惊，紧接着试图保持镇定，但当路亚掏出左轮手枪时，他再也镇定不住了。之后，路亚回去看望林高，武英也赶到了现场，两人在外面散步聊天。正说着，警察冲了进来，路亚趁着武英不注意，猛地抓住他的衣领并吻了上去，一吻泯恩仇。正当两人陶醉其中时，新闻报道称，在韩国二环路边的一个小镇，发现了张金子的尸体，现场还找到了一些证物和举报人的证词，警方还特别指出了嫌疑人，路亚因此被警方逮捕，涉嫌谋杀。武英站在那里，满脸的问号，头脑一片混乱。天才少女路亚最后还是被警察抓了，她被带进了审讯室。检察官开始审查所有现有的证据，现场不仅有露牙的指纹，甚至还有录像证据。面对这些证据，路亚却始终保持沉默。武英这边的情况是，在被路亚亲吻后，他终于从迷惑中恢复了理智。他这时才意识到，路亚在亲他的时候，悄悄递给了他一把钥匙。他找到了那个柜子，用钥匙打开了它。他感觉自己似乎有了希望。原来路亚把左轮手枪留给了他。本来他还想和检察官好好理论一番，他们原本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，但现在却各自为战。武英希望能再深入调查一下，可检察官却坚持要对路亚严加追究。最后两人吵得不愉快而分开了。武英出来后接到了记者的电话，记者告诉他，如果你想当路亚的辩护律师，这次可能先不要介入。这让武英意识到，原来记者已经知道了一些内幕。明天他们会发布一篇报道，披露你父亲是杀人犯的事实，这将关联到你。虽然记者想阻止这件事，但他无力回天。武英听后赶快回到了自己的律所。为了不影响律所的声誉，武英决定辞职，但他的老板也是他的学长，却对他说了这样的话。说完之后，他把武英的辞职信推了回去，这让武英感到非常鼓舞。畜牧会正在这边，正在处理公司的收尾工作，计划1周后逃离国外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路亚回到他身边。他现在已经不在乎路亚是否自愿，或者是非自愿。此时路亚正坐在拘留室里，如果这次罪名成立，他将面临15年的有期徒刑，加上之前的10年，他的一半人生都将在监狱中度过。但此时的路亚似乎在盘算着什么。多珍正在网上冲浪，突然接到了一个语音电话，正好吴英也来找他。多珍听到讨厌的 J 的声音后，大步走到桌子前，直接挂断了语音通话。多珍现在很害怕，他知道这次是认真的。现在路亚在警局，有足够的时间来对付他们。有了不能直接告密的这个条件，他随后就联系了罗斯，让他赶紧来和自己会合。没想到罗斯刚从修车房出来就被绑架了，幸亏耀汉来找他，两人一起被动挨打，这才顺利拖延到警车的到来。武英又急忙给小美打电话，让她想办法给林高安排一个隐蔽的医院，随后又给记者打电话，让他准备好中央地方检察院的通行证。抖音的智商终于派上用场了，防止对多珍等人下手，与记者提前进入检察院。然后路亚突然反手举报了，指出多珍和罗斯是他的共犯，审讯了好久也什么信息也没掏出来。面对这帮犯罪天才少年，
警方完全束手无策，罗斯一句话就让他们哑口无言。接着他们请来了耀汉，两人一来一往聊了一通，最后终于回到了正题。只要提到路亚，就绕不开赤木财团这个话题。所以说，申教授是个关键证人。说来听听。耀汉利用自己是申教授的儿子，让自己的母亲来接受调查。知道被耀汉耍了后，他妈妈特别生气。耀汉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是默默地转身离开。回到路亚这边，警方已经掌握了他和张金子的通话录音，并且初步获取了路亚的犯罪证据。路亚感觉气氛紧张，按照黑道的规矩，现在要求见自己的律师。武英在众记者的包围中，气势汹汹地走进路亚所在的拘留所，两人一起被转交给了检察院。因为路亚即将被正式逮捕，武英握着路亚的手，让他放心，一切都有我在。说完就被带往监狱。这时罗斯收到了一条短信，他立刻示意要去洗手间。他们等电梯的时候，路亚透露了真相。就在路亚准备开枪的时候，路亚最终还是没下得了手，这让张金子也松了一口气。那时路亚还在监狱里头，张金子那会儿真是受尽了折磨，因为她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连自己的丈夫都杀了，最后竟然和绝走到了一起。现在的绝有今天，全是张金子一手促成的，这让路亚对她真是哭笑不得。路亚就没说什么，只是用沉默来回答。张金子也挺机灵的，立刻就明白了路亚的意思。他拿起自己的包，从里面掏出一张名片，签了名递给路亚，然后打了个电话告诉对方。路亚拿着名片过去之后，把东西无条件全给他。张金子送给路亚一个礼物，这份礼物可以证明他用别人的名义控制了赤木财团，但如何证明这事，路亚得自己想办法。这些事情告诉了检察官后，那检察官还厚脸皮反问路亚，说白了，路亚根本就不信任他。检察官10年前就觉得这帮人靠不住，因为检察官总是凭感觉居人。说完就看向不远处的监控，突然整个监察厅断电了。就在这几秒钟内，路亚已经趁机溜了。原来在上一集武英握住路亚的手时，已经偷偷给他手铐钥匙了。路亚早就预料到警方的预判，断定自己会被抓走，所以提前拿走张金子的东西，把资料交给多珍了，让他找到相关的证据，尽量找出更多，以便将来作为交易的筹码。武英这边的操作也很精彩，他对情况了如指掌，他们都会帮助路亚从警察局逃出来，甚至逃跑路线都计划好了，这让路亚对武英刮目相看。路亚出来后，多珍和另一个人将会被抓，其实在警察局是最安全的。看着武英，路亚感到很欣慰。接下来的计划开始了，和记者一起先到警察局准备做采访，因为只有他有，这是合法的通知和记者。先把通行证藏在售货机下，多珍稍后来取。罗斯提供了一个新的通行证，多珍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制作了一张通行证。罗斯通过短信得知路亚被捕的消息后，假装要去洗手间，实际上是偷偷来到店员总闸这里，然后打开监控，看着路亚向检察官描述开场的情况。路亚发出信号后，整个大楼突然停电。路亚从贩卖机那里取出出入证，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。检察官还不知道。路亚离开后，J 随后进来，张金子还在劝 J 一起远走高飞，越说越激动。J 却依然淡定地回应张金子。张金子二话不说，毫不犹豫地抓起小瓶子一饮而尽。几秒钟后，药效迅速发作，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爱情，张金子不停地说个不停，还试图用爱情来改变这一切。反观 J 却满脸笑容，竟对曾经的爱人毫无怜悯。张金子的表情越来越扭曲，然后剪断了领带，亲手结束了张金子的生命。路亚出来后换了一身新衣，为复仇做最后的准备。武英这边给路亚的手机装了 GPS 追踪，拿出路亚留下的手枪，准备去帮助路亚。路亚悠闲地从监察厅走出，检察官们发现时已经太晚，所以只能直接逮捕。多珍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，甚至引导检察官去书店，把钥匙和进入方法都告诉了他，问从张金子手中拿到赤木集团会长的转账信息。多珍通过黑客技术找到了巴拿马和荷兰的银行，甚至找到了管理资金的银行人员。周二狗负责管理池胜敦名下的账户。池胜敦现在是位90多岁的老人，高中时就被池胜敦收养，现在这位老人是否还活着都不确定。但池胜敦名下竟有5个账户，包括3家公司账户和2个个人账户。这3年通过这些账户的交易总额已经超过了7000亿韩元，最终将洗钱的资金汇入一个加密的神秘账户。多珍跟路遥说，现在你看到的所有东西，书店里也有纸质的，正在等检察官来看呢。检察官们已经到书店了，沿着线索找到了多珍的秘密基地。进去以后，所有资料都摆在桌子上了，张金子手机里收集的资料都放在灰色的盒子里，
洗钱的资料放在蓝色盒子里，还有跟银行交易的信息和银行员工周二狗的信息都在黑色盒子里，事务相关的数据在红色盒子里，池胜敦的资料在白色盒子内。这让检察官们感到非常惊叹。最后通过多真的说明，检察官检查后确认这些正是多真说的洗钱资料。只是最近这1个月存款就高达2亿美金，但根据现有的证据只能暂时逮捕池胜敦和拿具，没办法，因为还没拿到关于这取款的记录。这时陆涯开始准备行动，坐车前往码头准备和这见面。出发前还打开了多真准备好的数据同步设备。此时多真的基地中出现了定位，检察官还觉得陆涯这么做简直是九死一生，但多真说别无选择，不然也不会这么做。如果陆涯失败了，他们这些小伙伴也都完了。所以如果陆涯能发出信号，请你们马上赶过去，千万别迟到。此时陆涯和李迪义已经在码头见面了，两人已经非常熟悉了，没有过多的客套，陆涯直接扔出了王炸。听到陆涯这样说，李迪义吓得脸色都变了，他还试图装作镇定，说陆涯在说些无中生有的事，可陆涯却一点也不慌。他说已经把他一个账户里的钱全部转走了，不信的话让他自己去查查。陆涯接着透露了李迪义的银行账户。陆涯的话彻底把李迪义镇住了，他权衡了一下利弊，准备打电话给周二狗咨询，但电话却没人接。原来多真还留有后手，李迪义为了防患未然，打开了自己用来汇款的手机。果然书店基地的人马上收到了提示音，马上向上级汇报，表明现在可以立即逮捕李迪义。而李迪义看着自己的账户余额1分没少，十分得意，可陆涯看起来比他更得意。这时李迪义才意识到自己中了陆涯的圈套，气得他直接把手机摔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陆涯就是要让李迪义发怒，他开始不停地对他进行言语上的精神攻击。最终李迪义决定给陆毅安排一个索博套餐。此时李迪义的血压似乎已经飙升到180，从陆涯的脖子以上全都红了。李迪义拿出手枪准备结束陆涯的生命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一声枪响，李迪应声倒地。原来是武英及时赶到了。武英真是个硬汉，答应陆涯的事情他都做到了。武英本想继续出手，陆涯却站起来握住了他的手。等到尘埃落定后，警方在剧情和导演的安排下终于出现，而且还迟到了。很快警方在多真的帮助下，把赤木财团从90年代到现在的事迹以及所有涉案事件都公之于众。李忠义其实没死，现在正在审讯室里接受审问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，他就是赤木财团的会长。但无论检察官怎么问，他都面不改色。面对自己的律师时，还以为可以用钱摆平一切，但大南陵头各自飞。这时的李迪义还以为钱能解决所有问题，却不知自己即将长期坐牢。另一边武英因开枪被捕，此时他也在接受审。武英依然是那个硬汉，他把所有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，还说是自己策划了陆涯的逃跑。这下检察官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正常调查结束后，武英的检察官朋友还是决定帮他一把。在检察官的威逼利诱下，同时又恩威并施，下属也表现得非常明智。最终武英从监狱里走了出来。随后到了陆涯多真和罗斯开庭的日子，谁都没想到武英竟然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出现在了法庭上。他还掏出手机让陆涯他们看了看，几个犯人立刻围过来热闹的看起来。原来是武英开的枪，这事儿证据其实不太够，不过那时候可以算是正当防卫。陆涯这下也就放心了。紧接着法院就开庭了，先宣读了陆涯他们的罪名。陆涯是在拘留期间直接逃跑了，多就是帮陆涯逃跑的，还违反了网络通讯法。罗斯则是帮助逃跑和破坏公共安全。武英就开始他那套感人的辩护，说如果没有赤木的存在，他们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只有被法律救过的人才会去信任法律，得到过社会帮助的人才会信任社会。当然武英的话在当地也只能当笑话一笑了之。接下来是陆涯他们的辩护时间。陆涯说得很直接，自称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，所以不希望从轻发落，但他会好好反省。然后法庭开始宣读他们的判决。陆遥被判了1年0 6个月，真被判了1年，罗斯最后被判了10个月。同时李迪的判决也出来了，因为对韩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。面对确凿的证据和证词，李迪却不承认，至今还在逃避责任，最终被判了无期徒刑。时间飞逝，1年半很快就过去了。耀汉和小美在街上逛啊逛的，耀汉居然向小美告白了，这一段真的不怎么样，咱们直接跳过这部分吧。记者请武英和检察官一起去吃烤肉。记者透露他俩打算自己开公司。第一篇报道就是想象一个没有友谊只有欺诈的世界。镜头转到陆涯出狱前，还是第1集的情节。
陆牙被冤枉入狱10年，现在他得到了10亿韩元的赔偿。但陆牙出狱后，只有武英一个人去接他。他们整理好陆牙的行李，在温馨愉快的氛围中，友谊的欺诈也告一段落。